吃西药会伤身体，但是今天要跟各位介绍2款西药，却被称之为是长寿药。一款呢是来自于复活岛上面神秘的土壤，另外一款呢是来自于法国丁香花的萃取物。听完我今天的课之后呢，各位就可以学到如何用这种又便宜又好用的西药来帮助你益寿延年。全球富豪最爱的投资就是长寿药的研发。因为呢，各位知道，从秦始皇开始啊，这些有钱有权的人，他们就很希望能够长生不老。那这一次要跟各位介绍的这2款长寿药呢，却偏偏是又便宜又好用，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可以拿得到，而且也都负担得起。科学家发现人类有3个长寿基因，分别是 sirtuin、mTOR、AMPK。那么这第一个 sirtuin 呢，各位一定都听过，就是红酒会让你长寿。那这最重要里面的红酒多酚就是作用在这个 sirtuin 基因上面。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2款西药呢，就是分别作用在 mTOR 还有 AMPK 这2款长寿基因上。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故事就要从瑞士的洛桑大学说起。因为英国是一个公医制度，所以他们像我们台湾的健保局一样，搜罗了非常完整的医疗保健资讯。那整个40多年来的资料库里面有50万位国民的所有的资料，包括他们的用药，包括他们的健康情形，还有他们的生存率、死亡率的各种资料都在里面。那洛桑大学经过研究之后呢，他们就选中了其中406种西药，要来看吃药对于他们的生存率跟他们的寿命有没有影响。结果如大家所料，绝大部分的西药呢都是对于身体有害，都会造成呢寿命减短。可是呢，却独独发现了这2种非常有趣的药，可以帮助人延年益寿。那么现在我们就马上来介绍今天的第一款。在1964年的时候，加拿大的探险家他们来到了复活岛。那么复活岛是在南太平洋上面的小岛，其实呢可以说是鸟不生蛋的地方。那上面唯一著名的就是那个巨大的石像。科学家们在这里的土壤里面发现了一种细菌，这种细菌呢就分泌了一种东西，可以用来抗霉菌。可是呢，很快的医学上发现它不是单纯只有抗生素的作用，它有免疫调节的作用。于是呢，它就被用来做器官移植之后预防排斥的免疫抑制剂。它被当成免疫抑制剂之后呢，就被取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，叫做 sirolimus。如果是叫什么 limus或者是 nimus， 这些呢都是非常高级先进的抗体药。可是这一款雷帕霉素rapamycin， 它前面这个 rapa 这4个英文字其实就是复活岛的意思。那么 rapamycin 因为它的字尾是 mycin， 所以它听起来就只是一个抗生素。其实呢 rapamycin 跟 sirolimus 2个是完全同样的一款药。那这个药又被发现呢，有病的人使用它反而比没有病的人活得更久。于是呢，在2009年的时候，美国国家的老化研究所就去研究它，先做动物实验，它可以使小老鼠多活30%的年岁，甚至呢是在它已经相当于人类60岁的这种老龄的时候再开始使用仍然有效。后来就发现呢，这个 rapamycin 雷帕霉素它是对于 all species， 就是各种生物都有效，而且呢，它不像于我们之前讲过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，我们用恒河猴让它只吃7分饱，但是只吃7分饱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。那这一次这个 rapamycin 雷帕霉素它是呢，即便你是在中年以后才开始使用它仍然一样可以非常的有效。这个雷帕霉素 rapamycin 它到底是怎样可以帮助我们长寿的？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长寿基因里面的第2款叫做 mTOR。mTOR 呢，它其实是跟你的生长、跟你的细胞的复制、跟你的代谢、跟你整个的老化都有关系。它呢要活跃，它才能够呢让你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一个大人。但是呢，如果它过度活跃的话，你就会老得比别人更快。比如说呢，运动是一件好事，可是如果运动过度的话呢，你就会老得更快，就是因为你造成了 mTOR 的过度活跃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给这个人加上 rapamycin 的话，它就可以去抑制掉它 mTOR 的活性，就好像呢帮助这个身体进入一个节能的状态，不会呢一个马达燃烧的过快之后造成这个马达的耗损。那另外呢，雷帕霉素它又启动了人体的一个自噬作用，
自噬作用我解释一下，它就好像呢，你家里的仓库里面有很多的废物，但是又有很多的宝物。但是自噬作用如果被启动的话，你身体就会把那些废物排掉，然后这个宝物呢就会呈现出来，你就可以把宝物拿去循环再利用。然后黄牌型对于我们的身体就是有这样的功能，它可以呢帮助你的身体呢降低 mTOR 的速度，就是踩刹车的意思。然后呢又帮助你的身体启动自噬的功能，让你的身体去清除废物，然后呢释放出宝物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另外有一篇研究发现呢，如果我们给中年的老鼠只吃3个月的雷帕霉素，仍然可以延长它的寿命60%。它不但显著的延缓老化，而且它可以减少你癌化，因为它让你的细胞复制也被踩刹车了。所以如果你有癌细胞的话，就不会恶坏的那么快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它还可以调整肠内菌，所以它可以减少你身体里面的发炎，然后让你的免疫力更好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2016年的这一篇报道里面呢，确实在红色的线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鼠本来它的平均是活500多天，可是你给它使用了之后，它可以活到700多天。在2018年的一篇人类实验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总共做了264位的老人，他就给他使用雷帕霉素6个礼拜。然后这之后啊，它1整年它都显著的降低感染，减少它感冒的机会，改善了它的免疫力。对于抗老化、对于抗发炎都有帮助哦。那当然是要吃低剂量哦。2023年又公布了另外一篇研究，这总共做了333位成人，发现雷帕霉素不但对于肚子绞痛有效，而且甚至呢还可以有抗忧郁的效果、抗焦虑的效果，对于肌肉紧绷、对于口腔溃疡都有帮助，甚至还可以处理你的眼睛痛。那在这一篇里面，我们也发现，如果有得 COVID 的人，他如果有使用雷帕霉素的话，他的症状也都比别人轻微哦。那我们给客户的保健方式呢，当然就是要低剂量的吃，因为我们是把它当成长寿药，而不是用来做器官移植的排斥，也不是把它当成抗生素，所以它的剂量非常的轻。那如果是器官移植的使用的话，它是剂量很大，是我们用来保健长寿的药量的100倍。第二款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2甲双胍，它是法国丁香花的萃取物。这一款可以说是世纪神药。那在1891年的时候呢，就有人把它从欧洲把它移植到了美国。那在美国呢，就是给牛羊当做牧草来吃。但是呢，这些农民牧民很快就发现呢，吃了这个草之后牛羊就会死掉，所以就认为这个草很毒。那它为什么会有毒性？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胍类的化学物质。那经过呢有机化学家他们的努力，去把它重新整理之后呢，发展出了2甲双胍这样的化合物。这个化合物就没有毒了，非但没有毒呢，而且它还可以降血糖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是任何人他有糖尿病的话，几乎他第一线的用药就是用这个2甲双胍这一款药。现在还被发现它也是长寿药。它为什么能够长寿的机转，也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长寿基因的第3个叫 AMPK 有关。原来这个2甲双胍会去活化你的 AMPK。AMPK 是我们身体里面能量的一个感测器。当我们细胞能量不足的时候，就会启动一系列的生存机制，比如说呢，会促进自噬作用，这我们前面解释过了。再来，它会修复你的 DNA， 然后减少发炎，让你的身体进入节能模式里面，就类似于你断餐断食跟道家辟谷的这个效果，然后来帮助你延长寿命。2甲双胍在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里面就被发现呢，有糖尿病的人有使用这款药，反而比根本没有糖尿病的人活得还要更长久，比预期的更长寿，而且还超过健康人的长寿。那这个是呢，英国牛津大学他们所做的临床研究，整整追踪了20年5000多位的患者。那因为他们这样的发现，所以呢，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就计划要每年挹注资金，大约是330亿的台币来研究这一款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沙烏地阿拉伯他们的人口平均年纪才31岁，但是肥胖跟糖尿病非常严重。他们糖尿病的排行榜是全球的前10名。那有1半的糖尿病的患者呢，都会死于心血管疾病。这样子的危险性威胁着他们整个国家的未来。那沙烏地阿拉伯呢，除了石油以外，更多的就是钱嘛，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把资金用来研发这样的长寿药，来延长他们国民的健康周期。那在临床研究上呢，2甲双胍这一款药曾经在 Cell 这个期刊上面被刊登出来，认为它可以呢减少癌细胞的生长、活化然后再生细胞，对抗你的代谢异常。
那又可以让你的癌症细胞的增生呢变得慢一点，就是减缓它恶化的速度。Cardiovascular Diabetology 这个医学期刊上面的时候也特别的讲到，二甲双胍它是直接作用在粒腺体啊，因为呢它活化 AMPK 之后会使血管内皮细胞产生一氧化氮。然后一氧化氮呢，又可以返回去再去影响粒腺体的氧化压力，然后一氧化氮又会扩张血管，可以降血压。那一氧化氮又可以呢，让你的身体啊更有效的调控你的能量的使用，不会产生过多的自由基。所以长寿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啊。但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只是要生命周期的长度而已，我们最重要是要健康周期的长度。所谓生命周期跟健康周期的差别，就是比如说你活到了90岁，但是呢，你从80岁以后呢，就是躺在床上让人翻身，所以你的健康周期其实就是只有到80岁而已。后面那10年呢，你虽然有生命周期，但是你没有健康，那这不是我们所要的。那今天跟各位介绍这2款长寿药，它就是呢便宜又好用，每个人呢都可以取得，并且也都负担得起。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呢更加的延年益寿，活出一个又健康又长寿的快乐人生。谢谢。